这次可是一个大单子，只要拍下雇主被戴绿帽的证据，5万块尾款就到手了。我将不再是三流私家侦探。哈哈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他怎么粗鲁？敢坏我们的好事，现在就让你变成绿帽子！大哥大姐，我说走错门了，你们信吗？没死。等等，这粗糙的老茧不对，我被那对反差情侣打穿越了。大胆狂徒，夜袭粮库，打伤库管老李，给我拿下！刚穿过来就成了杀人犯。退后，破坏了案发现场。案发现场？你是说你在此探案？那凶手在哪儿？我上哪知道？遇事不断，先甩锅。真凶就在你们中间。你一个见习捕快，敢指认我？找死！完了，知道硬茬了。这哥们看能一拳打爆我的头，赶紧圆回来！我指的不是你，是他。你血口喷人！我要去府尹大人那里告你！沈托，你若拿不出证据，本官定判你个诬陷之罪。证据，只要作案必留痕迹，现代刑侦的基础常识得用上了。大人，副管事，你能解释一下这枚钱是怎么掉在凶案现场的吗？来人，封锁粮库大门！一枚破铜钱能证明什么？也许是别人掉的。你有本事说出我是怎么作案的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古代仓库案一般怎么演的来着？对了，账本，你趁夜潜入，打伤老李，并非为了偷粮，而是为了调包朕的账册，掩盖你的亏空。你胡说！这地上的账册都是原本，字迹清晰，何来调包？字迹清晰，那肯定是用特殊墨水写了假章掩人耳目。用酸水写的字预热会显形。草率了，不是险无墨水，而翻车了，翻车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白矾写字，水粉显影，好你个王胖子，竟然用这种！我自认手法天衣无缝，你究竟是怎么？我说我不小心踢翻了罐子，你信吗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的破绽太明显了。账本牵扯上头，铜钱是敌国私币，我卷进官场黑幕，迟早掉脑袋。沈神捕醒了，这件祖传天丝软甲，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，赏你了。个人又丢人，我不要。破了粮库大案，必有仇家，穿着防身。谁要查账了？我连字都认不全，能放过我吗？进3000出2000，差1000担去哪儿了？这数字是坐标。完了，账本烧了。沈神捕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命就不长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账本都烧了还来。昨夜潜入的杀手竟是鬼影，被你生擒了。我说他是被一袋豆子砸晕的，谁信？大人，人交给你审，我身体不适，想辞职。辞职？你破了粮库案，又生擒鬼影，已上报六扇门了。六扇门，天天打杀的危急部门，这下跑不掉了。大人救命！城西地窖咸菜全变成石头了。
沈神捕，咸菜案就交给你了。咸菜变石头，这又是什么古代标题党新闻？咸菜变石头，这报案也太标题党了。看看古代魔术吧。沈捕头，你怎么看？莫非有妖邪作祟？装神弄鬼，把案办砸，这老头一怒就该开除我了。大人，此乃土遁之术，山神借粮，凡人不可追究。慢着，沈捕头，你是在考验本官胆识吧？神仙变的石头怎会有车轮印？沈神捕，你在引蛇出洞吧？这老头脑补能力不当编剧真是屈才。这石头边缘有新鲜泥土，是从城外荒地运进来拖延时间的。不愧是神捕，那我们往哪个方向追？倒霉透顶！城外西山的水今早全变酸了，洗衣服都破洞。水变酸是卤水倒进溪流，贼人带着咸菜往西山跑了。贼人故意在西山倒酸水引我们上当，全军往东边追。去东边抓空期吧，这次总算能顺利搞砸了。城东连个鬼影都没，搜完宣布线索断了，完美。捕头，这阴森森的，会不会有埋伏？放心，这绝对安全，连耗子都不会有。兄弟们，跟这帮朝廷鹰样拼了！神捕捉好阵法，兄弟们，捕头大人在为我们列阵。我略个屁战，我只是踩到木棍快摔倒了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老子偷咸菜自己吃，居然胡说八道！几千斤咸菜，你们7、8人吃得完？大刑伺候！动不动就大刑伺候，这帮人顶多盗窃罪，赶紧结案，我好走人。别嘴硬了，谁先交代幕后主使？报，隔壁的招了，他说偷盐菜是给西山铁矿的矿工当口粮。大硕朝严禁私人开采铁矿，这是谋反的大罪。我也招，我只是想诱进西山有个私矿，管事的叫黑阎罗。我只是想用心理战术骗他们认个罪，怎么站出谋反大案了？对，去打几百号人的私矿，那是去送死，我还不想英年早逝。大人。属下突然腹痛如绞，恐难担此重任。全军听令，随沈神捕出征，剿灭私矿，建功立业。这林子一看就是埋伏的好地方。捕头，前面就是矿洞入口了，我们要不要隐蔽前进？对，隐蔽，大家全部趴下，千万别出声。10几个带武器的警卫，硬拼就是送死，得赶紧撤。听我命令，原路返回，请求增援。什么人？敢擅闯西山禁地，死定了！古代投降是举还是下跪着？各位好汉，我说我是采蘑菇迷路的，信吗？那土枭，他们不仅挖矿，还在造炸药！都别过来，再往前一步，大家同归于尽！吓唬谁呢？没文化真可怕！土枭家煤渣木屑就是天然黑火药，让你们开开眼。神捕头能引天雷，兄弟们，捕头用神仙手段破了防御，冲啊！这都能行？踩长矛滑倒磕石头，我又躺赢了。捕头，黑阎罗也被您拿下了。沈神捕，你引天雷轰开矿洞，兵不血刃拿下黑罗罗，奇功一件。光头踩矛滑短磕石头晕了，我这能算兵不血刃？此等奇功，本官以你的800里加急战报大人倒也不必。京城6扇门高层看了你的卷宗，已经被你的神仙手段折服了。藏拙，所有的不合理都指向唯一的真相。他在藏拙，不用刑具，不讲口供，先指东打西，再引天雷破局。此人的探案兵法已到返璞归真之处。这只是个乡下县衙的见习捕快，卷宗或夸大，不是他在藏拙。备马，我要亲自去会会他。河神发怒，江水逆流，今日必须献上周家千金为新娘，平息水患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河神娶妻？这水流平缓清澈，连个浪花都没有，哪里来的水患？这摆明是封建迷信团伙在搞敲诈勒索。沈神捕，周员外报案说女儿被神婆强行绑走，现在全城百姓都信了河神之说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清早在这装神弄鬼，来人，把这神棍给我拿下！不俗子，敢灭毒神明，让你们看看河神的怒火！传闻中的神探面对这等障眼法，会如何破局？若他退缩半步，生是会遇水沸腾的这把戏，古代人小学上剑都快，这烟太呛人了。既然河神发怒，那我就请他老人家喝口醋降救火。你施了什么药法？石灰加水会产热沸腾，加点酸性物质就中和了。
来人，拆穿这个骗子，把周家谁敢过来，我拉他陪葬！大姐，你别激动，我1个月才2两银子，犯不着拼命。你们谁爱上谁上，我要撤了。试探他的底线，若他连我这3成内力的一刀都躲不过，定是沽名钓誉之辈。沈神捕好精妙的步伐，不但躲过暗算，还顺手擒拿了贼人。刚才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是不是有刁民想暗算我？这破地方1天都待不下去了。你戴斗笠那个，大晴天带刀闲逛，是不是同伙？来人，查他的专属证！下官参见六扇门斩总部主。六扇门总捕头，古代 FBI 的最高长官。完了，我刚才指着他鼻子查主出证，这是要满门抄斩的节奏啊！先生身法返璞归真，请受斩目一拜。詹总捕头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单纯的滑了一跤。先生不必谦虚，六扇门众人之积敛财的水匪已有半月，定是有一个庞大的水上走私网。走私货村口神婆啊！不要再给我加戏了，行不行？我不知道什么老巢。先生这是在考验我的诚意吗？好，从今日起，展某便跟在先生身边，做个牵马坠道的跟班，直到先生肯收我为徒。展大人，这都3更半夜了，你不去睡觉，站在我窗根底下当门神吗？徒儿在位，水匪余孽尚未清剿，师傅安危重于泰山。这水域是个回水湾，如果他们利用货船走私，回水湾水流平缓，最适合隐蔽停泊。而且从等高线看，这后面是一片芦苇荡。师傅深夜挑灯夜战，是在推演兵法吗？推演个屁！我在看芦苇荡。芦苇荡。原来师傅早已锁定水匪老巢，徒儿这就去点兵。一句怎么就被拉上战场了？前面全是芦苇，这要是里面藏了几百个水匪放暗箭，我连跑都没地方跑。师傅，前方就是芦苇塘深处，大雾弥漫，视线受阻，请师傅下令，我们该如何进攻？雾太大，看都看不清，往回滑吧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改天再来。天气不好，大雾。师傅的意思是我们在明，敌在暗，贸然进攻会吃亏，所以应该反其道而行绝，用退敌深入。对对对，就是诱敌深入，赶紧撤退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啊！师傅以身作饵，水匪就在水下，兄弟们杀！我就是脚滑了。师傅神机妙算，身在水底，却能精准触动敌方机关，生擒匪首。徒儿对您的敬仰，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师傅受惊了，您刚才在水下那招借力打力，只是师傅为何不使用内力，反而任由自己呛水？我有个屁的内力，我差点被淹死在里面，好吗？我这是在体验生活，水战不亲身感受一下江水的阻力，怎么能制定出完美的战术？你懂个球！徒儿愚钝，师傅此举竟不惜自降身风性，甘冒非险，这份恩情要杀要剐随便，老子绝不说出金库的下落。谁稀罕你的金库？展大人，把他们押回去，案子结了，我要回县衙换衣服。师傅，六扇门规矩，贼人不说出赃款下落，必须就地大刑伺候。您且回船舱休息，听徒儿为您演奏一曲分筋错骨手。贼人招了，这是走私金库的账本。这个案子你出力最多，功劳算以后别叫我师傅了，我教不了你们。师傅可是觉得徒儿资质愚钝，不堪刚造就。徒儿指天发誓，此生唯沈陀一人为师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随便你吧，反正别惹事儿就行。
是神捕出大事了！昨夜城南王员外一家3口离奇失踪，现场发现了大量血迹，可是连一具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出血量，拍恐怖片都不用加摄像了。这是真刀真枪的灭门案啊！我一个抓小三的侦探，看这场面会做噩梦的。是神捕，全城百姓都在传是妖魔吃人，这可如何向上面吐出来？妖言乱神，师傅眉头紧锁，定是已经看穿了凶手的伪装。我眉头紧锁是因为我想吐啊。展木，去拿几根长线，还有几根木炭来。看这些血滴，尾部尖细，顺着尖端指向的反方向拉直线，把所有血滴的直线交汇点给我标出来。继续，继续。师傅，横梁上有个带血的手印。这叫什么仙法？拉几根线就能找到贼人的踪迹？这叫血迹几何喷溅血。人在受击打时，血液飞溅的轨迹是直线的，交汇点就是第一案发中心。凶手作案后曾跳上横梁隐藏，仅凭几滴血便能重现场景。徒儿这就上去勘察。师傅，横梁上没有尸体，只有这块挂在钉子上的碎布，布料粗糙，绝非王员外家眷所穿。去查全城所有的屠户，特别是身高8尺惯用左手的人。身高8尺惯用左手，这又是如何看出来的？血迹起于离地5尺，斜向右下喷洒。只有身高8尺的左撇子才能挥出这种角度的致命一击，还不快去搜！说，王员外一家被你藏在哪儿了？皮给你扒了！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我昨晚就是去王员外家偷点值钱的玩意儿，我真没杀人。沈神捕，此人身高8尺，又是左撇子，昨晚还去过暗财起义，杀人毁尸。这家伙虽然符合体貌特征，但刚才吓得尿裤子，一点反社会人心的心理素质都没有。而且这杀猪刀上的血迹早就干口了，跟现场的新鲜血迹对不上。你昨晚去偷东西，几更天到的？3更天，我看到翻一个人影背着个大麻袋从后门溜了。背着麻袋？看清那人的长相了吗？天太黑，没看清脸，但我看到他的右手，只有4根手指，少了一根大拇指。展木，把这3年内死的案底全给我翻出来。师傅，找到了。2年前，临县发生过一起灭门案，手法相似。卷宗记载，目击者曾看到一个断了右手大拇指的货郎在案发地逗留。货郎4指，流动性极强，反侦查意识高。走，去城东集市。沈神捕，上面派来的巡抚大人已经到了，指明要见您，说要是3天内破不了案，就要拿您问罪呀。让他等着，人命关天，现没空伺候领导。视强权如草叶，只为替死者讨回公道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侠风范。按照现代刑侦侧写，这种独具流动性大、极度危险的连环杀手，通常会在藏身处设置陷阱，我不能冲在前面当炮灰。战木，里面煞气冲天，为师考考你，遇到这种紧闭的房门，该如何破局？直接踹！我去，要不是真有他机关，要不是忽悠他去开门，我现在也成刺猬了。多谢师傅提醒，若非师傅让我提前防备，徒儿定然躲不过这连环暗器。师傅神机妙算。被灭口了。我们前脚刚查到4指货郎，后脚他就被人杀了。县衙里有内鬼，而且这刀口一击毙命，是个职业杀手干的。师傅，凶手刚走不久，王员外一家的尸首也不在这里。展木，你见过这个图案吗？这是血莲教的印记。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下暗杀组织，专门借钱买命的勾当。他们怎么会牵扯进普通的灭门案？普通的灭门案用不着出动，手里有他们必须得到的那血迹。不对，那血迹的颜色不对。展木，快回案发现场！王员外一家根本没死。血莲教要找东西，活人比死人有用。伪造灭门是为拖延时间，城门已封，人质还在城里。刚才太紧张没注意，这味道里面夹杂着一股极重的腥臊味。去后厨查一查，案发当晚是不是丢了活物？回大人。后厨管家说，原本准备过节用的3头活猪，案发当晚不见了。这就对了，这满屋子的血根本不是人血，是猪血。师傅的意思，这是伪造的凶案现场。那王员外一家去哪儿了？血莲教要找东西，活人比死人有用。他们用猪血伪造灭门假象，是为了拖延他们转移人质。好一个信口雌黄的庸官，他们会带着3个大活乐不愿退员。展木，专门办案中血是就是猪血，但也不过是个武将，你敢阻碍本官行使皇权，你可知罪？当然要拿我，给我2个肾的时辰。2个时辰内，我找回王员外一家活人，我审脱这。好，来人，把宅地围住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要转移3个活人，拿权限先地下水渠图来，排水口的流向最终汇聚于此，他们一定藏在这里。这地宫也太阴森了，待会儿打起来我往哪跑比较安全？先找个掩体再说。
主子说了，只要王员外吐出那本兵教名册，就立刻做掉他们一家。这老东西骨头硬，抽了30班长，硬是一个字没说。再去打水来，把他叫醒。师傅的意思是，擒贼先擒王，一击必杀，不留后患。徒儿定不辱命。斩木干得密了，先找个石柱躲一下，这柱子够粗，能挡箭。神神婆，救命啊！六扇门第一捕头又如何？到了这连环绝俗阵里，一样要被射成筛子。玩脱了，玩脱了！早知道就不装逼了，这下要被打成马蜂窝了。别管我，集中你所有的内力，砍碎上面那块石头，师傅自要为您杀出一条血路。是神婆，这就是他们要找到的兵教名册，上面记录的是城里最近离奇死亡的3条人命。2个时辰已到，沈拓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。发海捕文书，将那庸官与斩木一并捉拿归案。草民一家多亏沈神不舍命相救，才免遭血莲教毒手。大人，人我带回来了。这案子牵扯到血莲教暗杀，这本名册记录了3条人命。你若想接手，属下当即移交卷宗。本官只是路过巡视，此案既然由你处理，本官还有公务，回京。前任捕头李亨、更辅苏俊明、乞丐李子龙，这3个人风马牛不相及，半个月内接连意外死亡。不对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一场极度专业的连环谋杀。沈神婆，这3人死状凄惨，李亨死于家中失火，苏俊明失足入石灰窑，乞丐李子龙则是被野狗啃食。仵作早就定案为意外，如何成了连环谋杀？古代法医技术太落后，骨骼被化学腐蚀和被火烧焦都分不清。展木，你还记得10几天前城东咸菜失窃案，有个农夫抱怨城外西山的溪水变酸，连衣服都能烧破吗？徒儿记得，那是因为废弃铁矿里的毒水泄漏。这3具骸骨的边缘，不是高温烧焦的碳化，而是被高浓度酸水腐蚀的痕迹。凶手杀了他们，用西山矿坑的酸水浸泡毁尸灭迹，再伪造成不同的意外现场。用酸水融化尸骨，这等残忍手段，凶手不止残忍，他还很有耐心。他昨晚来过这里，检查过尸骨。反社会人格，具备极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掌握强酸和冰块，杀人手法干净利落。看来现代犯罪学必须派上用场了。师傅，您在画符阵招魂吗？这叫犯罪心理学。听好了，凶手锁定为男性，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。他常年接触冰块，说明在冰窖做工。他能扛动尸体去西山。最关键的是窗台上的那个脚印，左脚用力极深，右脚极浅。凶手是个左腿有残疾的跛子。沈神捕查到了，名册上这3个人半个月前都曾在城南的大冰窖附近避过雨。城南冰窖，跛脚壮汉，斩木，带人去拿他。徒儿这就去斩了那贼人。别打草惊蛇，这种连环杀手极度危险。今晚我们去冰窖守株待兔。虽然测试出了真凶，但跟这种变态杀手硬碰硬绝对不是明智之举。一切都靠斩木这个全自动打怪机器了。师傅，您躲在徒儿身后，是想考验徒儿的隐蔽气息之法吗？
您放心，徒儿连呼吸都控制在最微弱的状态。少废话，盯着巷口。张木，他左腿吃不上力，下盘不稳，攻他下盘。师傅早就算定你的破绽。敢在平安县造次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原弦里面有个叉，这不就是定时炸弹的标记吗？这古代没有炸药，它这标记是什么意思？师傅，铁门被封死，这酸水蔓延极快，再过半炷香，我们都要被腐蚀成白骨。酸水？怎么中和酸水？碱性物质。对，冰窖的墙壁为了保温，夹层里都会填和碱土。别关铁门，用你最强的内力把这面墙给我轰开！理科生穿越真是在用生命上实验课，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师傅神威，竟能算到墙壁夹层中，徒儿拜服。斩木！你竟敢绑架朝廷命官，你这是谋反！闭嘴！我师父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那3个死者肯定是在冰窖避雨时，无意中看到了户部的走私兵器，才被灭口。这巡抚是户部的人，专门下来掩盖真相的。大人，别装了，冰窖里的官银和兵器我已经全部查获。私吞国库，走私军械，那哑巴杀手就是你留下的灭口工具吧？本官说什么？有种你杀了我！我不杀你。那本名册我已经派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大理寺。你现在交代幕后主使，算是戴罪立功。等大理寺的人到了，你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若是能保我全家老小性命，我便告诉你，真正掌控这批军械
当朝用，休想杀人灭口！这刺客不按套路出牌，抓你的又不是我，你冲我来干什么？坏主子大使者，死！敢杀我师父！师父！师父，您神机妙算，为何算不到这一针？是徒儿护卫不力，徒儿这就下来陪你。你干嘛？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，我还没死呢。感谢刘县令祖宗18代，这件破马甲竟然真的是防弹衣级别，以后我睡觉都要穿着它。师父料事如神，您早就料到今日有生死之劫，才提前穿上宝甲。师父用肉身作饵，引刺客现身，徒儿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们想要我的命，好，斩木备马，装不下他们，我们去京城掀了户部的桌子。你们查了半个月户部走私，连货在哪儿都没摸到，那是因为你们在用刀查案，不是用脑子。查走私核心是物流成本和仓储条件，户部走私军械和私盐体量巨大，绝不可能藏在深山老林。最安全的仓库就在最危险的地方。登下户部尚书的私人别院，就是中转站。今晚我们去抄他的家。抄一品大员的家，这在古代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要不是为了把那帮变态杀手一网打尽，打死我也不来这凑热闹。有贼人擅闯，放箭！师父将开阔地留给我，自己引入暗处牵制敌方视线，这是在告诉我放手去杀，无需顾忌。师父有令，一个不留。空城计，不对，是诱杀陷阱。他们提前转移了货物。做不成！
人从外面被生铁焊死了。师傅，此事如何解？这种地下承重结构，四角受力最大，中间最薄弱。这面墙的回声发闷，后面不是土，是空的下水道。展木，把所有的内力集中在刀尖，刺这个点，快！下水道的味道简直比火海还可怕，这尚书老狐狸太狠了，差点把六扇门高层一锅端了。部首深夜带人纵火焚烧尚书别院，巡城营抓个正着。这次连大理寺也保不住你。户部侍郎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尚书大人派来的密使与我六扇枪交接机密，别院走水，我们是进去救火的，你带兵阻拦，是想谋反吗？沈陀，拿一块死人的牌子唬我，货早就顺着大运河出城了，你连一根铁钉都查不到。我们走，让他跑了。水路四通发达，每天进出京城的商船上百艘，去哪里找那批走私军械？排查上百艘船根本不现实。古代的船只吃水线没有任何标准，但我可以利用物理浮力定律来逆向推导。展木，派人去查今早出城的所有商船备案，重点看申报的货物类型。师傅，他们定然是伪报。若是运送军械铁器，只会申报成丝绸布匹。对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一船丝绸的重量和一船铁器的重量天差地别，重量不同，排开水的体积就不同。去查大运河沿岸的闸口记录，那几艘申报丝绸的船，吃水线肯定深得快要没过甲板。沈先生大才，无需搜船，只看水痕便能让伪装无所遁形。属下这就去查。师傅，您体内为何经脉闭锁，毫无内力流转的痕迹？您根本不会武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我是个靠脑子吃饭的神探。完蛋，最大的人设崩塌了！这死脑筋的暴力狂不会一怒之下把我砍了吧？凡人之躯，却能晕下人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道至简。徒儿过去只是崇拜您的身法，如今才懂，您的心境比绝顶内力更让人折服啊！这滤镜是焊死在他眼睛上了吗？这样都能圆回来？总部首，沈先生，不是军械，全都是些破铜烂铁和石头。这就对上了，这不是普通的走私废料，而木的配重物。展木，认得这个吗？北蛮敌国的丝铸钱币，为何会混在这些废料里？因为户部尚书根本不是往外走私军械，他是利用这些出城的空船做诱饵。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回城的空船，从边境往京城运送敌国的丝铸钱，以此来扰乱大圣的金融命脉，资助敌。
既然运出城的是废料，那真正的货物一定还在城内。户部尚书是在跟我们打时间差，立刻回城，封锁尚书府。证据链闭环，走私路线查明，私铸币拿到手。今天这局是死局，不信这老狐狸还能翻盘。平安县沈拓，你确实让本官刮目相看。一艘废船推断出我的反向走私计划，你是第一人。尚书大人，通敌叛国，诛九族的大罪，你今天就算插翅也难飞了。谁说本官通敌？查案是要讲证据的，私铸币，这不过是下人买的假古董罢了。你别院地下通道里的桐油，就是你企图销毁账册和罪证的铁证。你们别以为我烧的是账册，来人，把真正的账本拿给沈图部看看。没有账本记录资金流向，就无法定。他早就把嫡长全毁了。古代的单式记账法，烧了一本就彻底死无对证。这只老狐狸！沈拓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惜不懂朝堂。没有账册，你拿什么告我？拿你的脑子吗？今日你们擅闯一品大员府邸，本官这就进宫面圣，治你们的死罪。总捕头，跟他拼了，砍了这狗官！尚书大人，请留步。你以为烧了户部的底账就万事大吉？你忘了一件事儿，所有的钱银流动都会在商铺、钱庄、漕运留下痕迹。你烧了单边账，我就给你做个交叉审计。展木，把全京城所有和户部有往来的钱庄流水全部翻过来。古代的账本都是流水账，很容易作假或者销毁，但只要有交易，就会产生借贷关系，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。我用现代会计学，今天非把你底裤都算出来。建安13年，你利用水路转运，凭空做平了300万两的亏空。同年，通过钱庄借贷，将这笔钱洗白，用来收购敌国私铸币。那借贷方都完美对应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这不可能！你这是什么鬼神之术？师傅的手段，岂是你这等凡夫俗子能看懂的？上旨到，六扇门见习补员沈拓伪造账册，诬陷朝廷命官，即刻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沈神探，别来无恙啊！你那套算账的法子确实精妙，可惜在这个大圣朝唯一的账本，你查得再清，皇上不信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这老狐狸有极度洁癖，而且对气味异常敏感。现代心理学说过，打破强迫症患者的舒适区，就能让他失去理智。你烧的什么污秽之物？快给我灭了！尚书大人，这味道熟悉吗？这就是那些被你沉江灭口的铁匠尸骨腐烂的味道。你以为拿到圣旨就赢了？你少装神弄鬼！3日后我亲自监斩。你斩不了我，因为3日后的大朝会上，你自己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洗出一盆血水。不，那都是死在你手里的冤魂！罪犯沈拓带到。沈拓，户部尚书参你伪造账册，构陷朝廷重臣，
你可认罪？草民不认。草民核算的复式账册，笔笔皆有出处，绝无伪造。满口胡言！他那本所谓的账册已经被查实是用了褪色墨水伪造的。今早作为物证呈提时，字迹已经全部消失，变成了一堆废纸，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。这老狐狸果然把之前的账本毁了，幸好我让展木去抄了他的老底，只要拖延时间，等展木把东西带到，就是绝杀。尚书大人，你毁了纸质账本就以为天衣无缝了？真正的铁证根本不在纸上。陛下，草民不仅有铁证，草民还能让尚书大人自己把贪污的罪证一字不差地吐出来。师傅，徒儿幸不辱命。城北马场地下4处据点已被捣灭，户部尚书同级账册全在相中。陛下，展木强闯大殿，罪加一等。他拿个破铁箱子就说是账簿，简直荒谬。尚书大人，你就算烧了那叠白纸，这生铁名册，你烧得了吗？申陀，你就算挖出了名字又如何？大家看清楚，这名册上一个字就是一叠白纸，你拿白纸定本官的罪。申陀，你若敢戏弄朝堂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古代这些贪官为了保密，最喜欢用乌贼汁或者特殊的植物汁液写案章，时间一久或者见光就会褪色。化学这门课，老子当年可是满分。陛下，字迹并未，只是被尚书大人用特殊手法隐藏了。草民恳请1碗老陈醋，再要一些厨房用的生姜汁。建安13年，私铸铜钱300万贯，走私出关，换取敌国战马500匹。尚书大人，这白纸黑字，你还如何狡辩？妖术！妖术！这是妖术！陛下，他用那些不明液体在纸上施展妖法，这些字都是他凭空编出来的，这是对朝廷的公然蔑视。尚书大人，你说是妖术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谁在作恶。我早说过，你这双手沾满鲜血，苍天有眼，绝不放过你。陛下，草民恳请赐一盆清水，供尚书大人洗去手上的妖气。若洗完后水依然清澈，草民愿当场自尽。变了颜色，便是苍天降罪。尚书大人，请吧。洗就洗，本官两袖清风，难道怕你不服？血，真的是血，为什么会有血？500万两私铸银，3条无辜铁匠的神命，你贪没国库，通敌叛国，喷血水，就是受害者的眼泪，你还敢说自己两袖清风？什么苍天降罪，不过是最基础的酸碱斩基器反应。草木灰过滤的碱水遇上姜黄粉就会变成血红色。我早就让展木挖出铁箱子时，把姜黄粉涂满了箱子把手。你刚才看箱子时摸了一手姜黄粉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我认罪，我全招了，账册是真的，走私是真的，是我利欲熏心，求陛下饶命啊！乱臣贼子罪无可恕，摘去顶戴，打入死牢，诛九族。你破获惊天大案，拯救大圣江山，当居首功。朕封你为大理寺少卿，赐正3品官服，留在京城辅佐朝政。沈大人，
您这又是何苦？大理寺少卿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高位啊！公公，您替我谢主隆恩。京城这地方太费脑细胞了，天天勾心斗角。我这人胸无大志，就想每天准点下班。我还是回平安县当我的小捕快去吧。展木，你不做你的大圣第一捕头，穿成这样干嘛？徒儿已经向陛下辞去官职，师傅去哪儿，徒儿去哪儿。师傅这等神仙人物都甘愿隐居市井，徒儿当然要贴身护卫，终生学习师傅的大道至简。这傻徒弟，真是甩都甩不掉了。不过有这个武力值天花板当免费保镖，以后的退休生活应该不会太难熬。沈神探，出大事了！村东头张寡妇家养的母猪，昨晚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石头雕像，雕像还会流眼泪，这案子只有您能破啊！